关注爱科技，获取最新案例。我是蒋振林。那上一期视频呢，我们对 Redmi K30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拆解。那这期视频呢，我们将对它的主板进行一个全面的拆解。好，先取下主板啊。我们放显微下面先看一下它这个结构啊，这个屏蔽罩我们要怎么拆？哦，这里有些规子，这个下面应该是 CPU 了。这个罩子呢是全焊的啊，全封全焊的。这边也是一样，全封闭式的啊。它所有的芯片呢都被这个屏蔽罩给盖住了，所以我们要拿芯片的话，必须得把屏蔽罩给全部给拆掉。好，我们先上个夹具。像这种封闭式的屏蔽罩呢，它对于我们维修来说其实并不方便，但是它对于机器的这个抗衰能力呢，确实是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。主板上的芯片呢并不密集啊，还有很多的空间。整个布局啊很简单啊，毕竟是千元机啊，还要啥自行车呢？它这个罩子还是蛮厚实的罩子啊。我先看一下它的 CPU 呢和硬盘有没有带胶哈。好像有啊，这边我先用刀片划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当我用刀片轻轻的戳一下呢，它就能戳掉了啊，证明这个胶呢是非常的软的。我翻过来看一下反面，这边只有2个芯片，然后这边是射频部分，这芯片很少啊，大致数一下吧，大的芯片有几个？这种滤波器也算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吧，这个不是了啊。16、17、18，算19吧。这些小的供电管、转换管可能都不算，10几个吧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把它所有的芯片都拆掉。那先从不带胶的这些开始拆啊，一样，先上夹具。这是一个 NFC 芯片。那由于目前呢，我是没有拿到原理图的啊，所以对所有芯片的判断呢，都来源于我的经验啊，不保证绝对正确啊。这个呢，可能是一个陀螺仪，显控供电啊。这是一个相机的转换芯片啊，它主要是用在像我们广角到长焦的一个转换过程，不会显得很突兀。充电芯片。这是一个铃声放大器，我们俗称小音频啊，它主要是负责放铃声的。这个芯片呢，我目前还不知道它是管什么的。好，这边都是带胶的了，然后我们放过来拆那边。这个是中频芯片啊，确定无疑的。这是一个高频的功放，你也可以理解为是4级功放。哇，这个直接就飞了，焊的不牢嘛。中频功放啊，你也可以理解为是管3G 的。这个呢是个滤波器，低频功放，主要负责2G。好，这边都带胶的，我们拿出来敲。这是它的主电源，这也是一个电源啊。像小米的作风呢，一贯都是这样的，机器里面必须要有2个电源。我记得我修它所有的型号，好像都是有2个电源。这是一个高通的 WiFi 芯片，这个是大音频芯片啊，主要是负责管听筒和送话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拆这个硬盘了啊。这也是我们最期待的啊 CPU。有很多人呢都叫 SOC 啊，或者是 GPIO 啊，都一样啊，大家能理解就行了。在我们维修当中呢，我们都是叫 CPU 的。那这一颗芯片呢是高通骁龙的730G 啊。拆完芯片以后呢，给它一个裸奔的画面。很多人呢都喜欢叫它 PCB 啊，其实主板2个字呢，我觉得比 PCB 更简单。可能是叫 PCB 显得专业一些吧，这并不能证明什么，只是一个习惯问题。下面呢，我把它这个大的焊盘下面的胶给处理一下啊，不知道它硬不硬，不知道好不好处理。我们先放点焊油，然后烙铁呢沾点锡芯拖一下。还好啊，我感觉挺软。
就是硬盘这里的胶比较硬。我先刷干净看一下吧。好，直接先把这边的胶给它除掉。这边的胶还可以啊，轻轻一刮就掉了。哇，这么轻松啊！看起来很硬的样子，实际非常轻松啊。这里掉了空点。蜂胶对于轻摔和进水啊，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，但对于后期的维修来说呢，就会繁琐一些。特别是在处理背面和边上的元器件的时候呢，需要特别的小心啊，因为这个胶啊受热以后呢，它容易膨胀，会导致爆吸。再放点汗油。吸一袋啊。对于拆解来说呢，任何做维修的，包括会换屏的你都能做到，只是我们把它做成了视频，并且分享给大家。对于主板的拆解呢，一方面是给我们后期的维修带来更多的便利，另一方面呢，可以很直观的让大家知道这款机器的主板构造和它的可维修性，同时呢，还能让大家看个舒服。OK， 刷一下干净啊。像我们怎么去认这个空点呢？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啊。教大家，如果说没有图纸的话怎么办？像这种地方，你用这个刷子呢，蘸点这个吸盘水，注意看哈，看到吗？就下面全是空的，一点根都没有啊，很明显就看它是空点。然后这边啊，可以多蘸一点，因为挥发的比较快，看到吗？里面是一点根都没有的啊，一点根都没有。像这样子的话，都是空点了。有点的话，我们可以看，像这种边都有线路啊，都有线路啊，像这种地方线路都可以看得见，对吧？很明显。好，这样子还可以啊。接下来呢，把它的芯片上面的胶给它处理一下，一样放一点汗油，先把漆脱一下。硬盘上残留的胶呢很少啊，基本上都是在主板上。量一下啊。这样呢，胶基本上就没有了，这里有一点点多余的，再带点枪。好 ，OK。下一个，CPU 上面残留这个胶呢就比较多了啊，相对会麻烦一些的。好，上刀吧，更快一些。OK， 搞干净。稍微把这些小细搞一下吧，等会给它拍个照片会好看一点。OK， 还有几个小的芯片啊，一样，先把它胶给清理了。像这种小的芯片呢，大家在用烙铁摊的时候，尽量轻一点啊，不要太用力，因为烙铁是直接给温的，它比较容易碎裂。OK， 这个夹不住啊，太小了，那就不夹吧，直接找一个窟窿也行。方法有很多种啊，看你自己喜欢了，随便。用结胶水也可以，结胶水嘛是慢一点，但是最安全。好，可以了。下一个啊。先我把它全部刷干净。在上一期视频当中呢，很多朋友都说想看荣耀 V30的拆解啊，那近期呢我就来安排一下，那我们拭目以待吧。